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我是沙爷。今天我们要来讲铡美案。京剧的铡美案里，皇姑与国泰接连来到开封府，要求包拯放过驸马。那位我们印象中铁面无私的包青天，竟一度叫王朝取出俸银交给秦香莲，劝他带着孩子回乡。他说：“这是我银300两，拿回家去度饥寒。”换句话说，包青天想补偿他受过的苦，也想把这案子就此了结。秦香莲接过银子，没有谢恩，他唱的是“人道包相是铁面”，却原来他官官相护有牵连。300两银子我不要，从今后驱使也不喊冤。这几句话比击鼓还重，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递过一张空白的状纸。包拯问他为何呈上白纸，他只淡淡的回答：“状告当朝驸马无人敢写，一张白纸是满城不敢落笔，300两银子是青天也曾想退。”于是铡美案最尖锐的问题出现了：究竟是包拯救了秦香莲，还是秦香莲把包拯逼成后世印象中的包青天？很多人把这出戏记成男人变心，包公铡负心汉。这样说其实不够精准，因为秦香莲告的是杀妻灭士，负心只是让陈世美被后世唾骂，灭口才是把他送到铡口的理由。第一次他用隐瞒换取前程，第二次他拿否认保住地位，第三次他想用灭口抹掉过去。3次的选择让陈世美一步一步背起了负心汉的骂名。隐瞒妻儿，先负婚姻；当面否认，再断人伦。残忍追杀，终于把负心推成死罪。孔子说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当义与利不能两全时，一个人拿什么做最后的尺度，也就勾勒出了一个人的真面目。”故事发生在剧情想象中的宋仁宗年间，进京应试，金榜题名，召为驸马，妻儿来寻。命运把陈世美推到权力的中心，也把秦香莲从妻子逼成被告。他带着一子一女走到京城，才知道那个与他共过患难的人，不但换了身份，连过去也换了一套说法。公主起初也是受骗的人，不知道驸马已有妻儿。可当真相来到眼前后，她选择了保住皇家婚姻。戏里没有人能永远躲在我原本不知道的后面。在知道真相以前，可以说是被骗；知道真相以后，怎么做就是自己的选择。陈世美命家将韩琦追杀母子，韩琦有刀有命令，却在听完秦香莲的遭遇后下不了手。孟子里有9个字，恰好照见韩琦的处境：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底线不在于声称要做多少大事，而在于有些事即使主人下令，自己可能受罚，也坚决不做。戏里的韩琦最后选择自刎，秦香莲带着韩琦留下的刀进入开封府，包拯设局招来陈世美，夫妻对峙，刀与韩琦身上的刀鞘完全吻合，口供物证与当场的反应也连成一线。皇姑压不住，就搬来国泰。国泰再以君臣名分威逼包拯，这才有开头说的他一度拿出300两银子，打算来了却此案。可是秦香莲连这条退路也堵死了。最后包拯摘下乌纱帽，唱道：“凭着官儿我不做，他天大祸我承担。”所以这不是一位天生不会动摇的青天，而是一个曾经想低头的官，却被一名不肯拿补偿换沉默的女子重新逼回公道。接着我们要分清楚故事戏曲与历史的差别。铡美案是今天最熟悉的剧名，这份京剧整理本又叫做《明公传》，也是秦香莲最后的高潮，但它不是宋代史案的原名。现在能看到的较早文字是出自明万历22年，也就是1594年的新刊经本《通俗演义全项百家公案全传》第26回题作“秦氏还魂配世梅”，此书常属钱塘散人安御史编。不过编者的身份与陈述的过程仍有疑问，这个明代版本与今天的戏曲差异很大。最初妻子只叫做秦氏，没有公主招驸马，也没有韩琦。秦氏扮作弹唱女子进府相认，陈世美不认妻儿，另派赵伯纯追杀。秦氏甚至真的被刺死，接着神明让他还魂，最后才向包拯告状。包拯上奏朝廷，皇帝判的是免死发配充军，陈世美并未死在铡刀之下。那么历史上真有陈世美其人吗？目前没有可靠的证实能证明宋代有这位状元驸马，也没有证据显示包拯办过此案。
根据地方传说与历代戏曲文献指出，陈世美原是虚构人物。所谓他影射清代某位进士因拒绝请托而遭人编戏报复，是后来形成的地方传说。时间就是最好的反证。1594年的故事明显早于传说中的清代人物，但包拯确有其人。宋史说他历朝刚毅，贵戚宦官为之练手，意思是连权贵进士都因他而受练。当时的诉讼原本不能直接走进庭前，他却开正门，使得至前臣屈直，力不敢欺。证实没有情相言，却真的有一扇向告状者打开的正门。史书未见三口玉闸，却留下权贵为之练手的包拯。胡适在《三峡武艺序》里形容包龙图包拯，也就是一个剑夺式的人物，意思是各时代的奇案与清官的理想，像箭一样射到同一个人的身上。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以及铡美案，都是属于后世累积出来的包公事件，不是证实，却是真实的反映出民间的愿望。东汉有一个恰好相反的故事，汉光武帝想把守寡的华阳公主许配给大臣宋弘，试探他富贵之后是否会选择休妻改娶公主。宋弘回答：贫贱之妻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同样是一位公主，同样是一步登天的机会，宋弘守住不可忘，陈世美盘算不能认，诱惑只把岔路摆在眼前，选择才替人写下判词。大学形容小人见到君子会掩其不善而助其善。陈世美最初做的正是把不利于新身份的过去藏起来，把状元与驸马的光环摆到众人面前。可是周易提醒一个严重的后果，往往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由来者见矣。国语说得更干脆：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。向上是咬牙守住底线，向下是不断替自己找寻理由，理由越多，回头就越难。我比较在意的反而不是包拯从来不曾动摇，300两银子已经证明了他也害怕局面失控。包拯的可贵不在于从未退让，而在于退让过一步，仍肯回到公道。左传说：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拿出银子是他的退，摘下冠帽才是他的改。陈世美则走向《论语》所说的另一面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。他不是没有回头的机会，而是每一次都把回头看成一种损失。至于铡刀象征的，不只是言行，而是权势能不能例外。公主与国泰越是阻拦，观众越需要看见那条准绳不因驸马的身份而弯曲。不过孟子还补了一层：从善不足以为政，土法不能以自行。只有好心还不够，条文也不会自己走进公堂，要有人写状，有人作证，有人拒绝不义，更要有人让制度运转。到了今天，一段备受瞩目的婚姻走到了终点，声明往往先于沉默抵达公众，白纸黑字看似完整，却未必等于共同生活的全貌。发布的人通常也更有资源决定什么被看见，什么被省略。公众未必看得见婚姻里的全部真相，却看得懂一种姿态。共苦时需要对方，得势后只剩下自己的版本。低处记得扶持，高处急着切割。感情走到尽头未必有罪，把一路相伴的人改写成多余，才让人寒心。法律处理的是条款，人心追问的却是情分。生命可以安排说法，岁月终究记得谁陪你共苦。回头看这出戏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口做了选择。陈世美握着的是权势，但他却拿来遮掩过去。韩琦只有一把刀，却不肯向无辜者下手。公主拥有皇家的庇护，最后守的是婚姻与名位。秦香莲没有半点靠山，反而守住了自己的声音。包拯先拿银子求退，最终摘下乌纱帽承担。礼记说：临财无苟得，临难无苟免。面对利益，不要拿不该拿的；面对灾难，也不要只求自己脱身。铡美案把金钱、权力、亲情、法律全放在公堂之上，让每个人的选择无处可藏。因此，这个故事最后要追问的，不是陈世美该不该铡，而是每一个人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候，究竟要保住的是地位，还是要守住良知？一张无人敢写的状纸，一把留下来作证的刀，300两退回去的银子，一顶被摘下的冠帽，最后都来到同一声堂鼓之下。铡刀裁断的是一条性命，故事留下的却是一道选择。铡刀之外，秦香莲仍站在那里，没有银子，没有靠山，只有一身不肯消失的冤屈。堂鼓未歇，乌纱已落，银两无余，状纸有声。
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那一夜的开封府，听秦香莲把心死之后仍不肯吞下的那口气唱成《铡美案》。妻儿尚在黄南场，驸马府中夜更长。欺君儿子悬心上，一不回身万事亡。昨日只将前世长，今宵竟把故人伤。夜间寒气追母子，刀锋执笔三关堂。想念起诉旧辛劳，寒气吹人望儿草。不杀三人难复命，回风一吻断尘嚣。手持一人到衙前，相恋击鼓诉尘缘。保证山堂传驸马，当堂仍道不相干。国台旷古领父郎，无上落地作声寒。长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闲平地起波澜。一满奏康换簪缨，一举妻儿断旧情。才懂杀心伤骨肉，三番取舍定平生。开封府外夜沉静，母子相扶出地境。欲将来路埋无影，人间